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安格斯要用这个影片再跟大家分享一次这一颗非常漂亮的兰花，它叫做洋洋 Blueberry。 其实呢我都一直称它叫做蓝莓，但是其实它是蓝莓又有一个名字叫蓝丝绒。那你看它的父母亲本，其中里面是有 Violacea indigo， 也就是荧光蝴蝶兰，然后它的颜色是偏向蓝紫色。好，那上一次跟大家介绍这颗兰花的时候呢，已经有一阵子了。那现在你看到的呢，是上一次它开花的一些影片照片。主要是给你一个参考点，以免你上一个影片没有看到，你就可以先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小片段。那上一次呢，我也有把它放在一个纯白的蝴蝶兰前面旁边，让你去看一下这个对比，就是让你知道说它的这个蓝紫色到底到怎么样的程度。因为有时候呢，在我的室内灯光甚至是植物生长灯照的情况啊，它有时候的这个蓝色会偏红蓝紫色会偏红。那这边呢，白底的蝴蝶兰呢放在它旁边，你就能够很明显能够看到，它其实是真的有带一些很接近蓝色的紫色，但是它的背部呢，就是背景里面还是有一点点桃红色这样的一个痛调。我之所以这一次呢重新把它的名字又好好的写好给大家，是其实有一些兰友他对名字的这个背后的父母亲本他很有兴趣，所以呢我在这次呢就特别把我名牌上面看到的资讯全部写出来，而不是只是简称它蓝莓，然后也只写洋洋 Blueberry， 而是把它的父母亲本也都标示出来给你看。这株兰花非常的香因为它背景里面是有荧光蝴蝶兰，撇开它的颜色不说，它的香味呢是真的有荧光蝴蝶兰的那种特征，就是闻起来呢甜甜香香，但是又带一点辣辣的感觉。不过这一株的味道是好闻的，不像有一些我其他的兰花，它里面背景也有Violacea， 可是它出来的味道其实就没有那么好闻。那这边呢是它上一次开花周期杯内的一个长根的状况。那现在呢，它已经是在一个杯底有洞的传统种植方式，搭配无机介质。那大颗粒这边是比较偏稍微多一些。它现在还是很积极的在长新的根系，而且有一些根系比较接近杯底的是非常习惯高湿的一个环境所以这株兰花其实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它的这个位置其实已经太接近杯子边缘我可能都不会为它进行出盆。但是我的确在等一下给你们看的这个开花周期结束之后呢，我应该90%的机会大概率会对这株兰花进行一个出盆的动作。一方面呢是修剪坏死的根系组织，另外一方面也是重新检视一下这株兰花是不是需要修剪更多的根系。再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株兰花的位置重新调整一下，让它呢能够比较往杯中间，甚至往杯子的后面也就是说把它尽量往后推，而不是让它长在杯子边缘这样子。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它根系很多，那我又怕伤害到根系，所以就是去就根系的长势，我只能把这株兰花靠比较边缘的地方去倾斜。那这一次的开花周期跟上一次的开花周期其实间隔大概将近6个月的时间。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个花梗是新的花梗，它上一个周期开花的花梗已经淘汰干枯，所以就被我剪掉了。那这边呢是新的花梗，而且它这一次时间相当近的一次来2个花苞先后开
等一会你就能够看到它们2朵花苞一起打开的样子。那这边呢，就是放在我植物生长灯白光下面那给你看一下光源从上面照下来之后，它的这个颜色，其实还是能够看到它背后粉红桃红色那种颜色，但是在不同的角度下面呢，它荧光蓝的这一种特性就有时候会显现出来，特别是在唇的部分，其实你能够看到某些角度看其实比较偏紫蓝色，但是有一些角度看呢，它的那个红色的那个背后的色调还是蛮明显的。那当时因为一次2朵花嘛，所以它的这个香味啊，其实是相当的非常赞它 Violacea 的味道，那个香辣的味道有出来之外呢，它的这个味道因为一次2朵，所以我也不用很靠近的，我就能够闻得到它的香味。这一种兰花我在很多的就是一般大众的通路是没有看过的，我这一株也是在 orchids.com 就是 Norman's Orchid 那边购得。当时呢买的时候也是一颗应该是成熟株了，但是还没有开花。那第一次的开花也是在我的养护之下长花梗开花的。我那个时期呢就非常喜欢这种紫色颜色的花。那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这株兰花是有 indigo， 左边的这个兰花给你做比较的就是一颗 Violacea indigo， 所以你就能够看到它其中父母亲本身具有的颜色，然后怎么样沿袭过去，它连喉咙黄黄的部分呢也是非常的类似，所以这边是给你比较。那在现在这边呢，就是片头给你看的那些与白色蝴蝶兰的一个颜色比对。那这边呢，就是给你看2种比对，让你知道这颗兰花紫到什么程度，蓝到什么程度。那接下来呢，几张照片是给你看一下这株兰花在2个月过后呢，又继续的长花苞跟开花。我这株兰花一般来说1年可以开到大概3次左右，2到3次是很平常的。那这株兰花呢，今年就是总共开3次。整体上我是觉得当初有买到这一株兰花算是幸运，也是一个好的决定，因为这株兰花实在提供给我非常多养兰的乐趣。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